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继续学习华严七情七道文，或者说什么这个摄受自在啊，就是七道文。就是这个七道文呢，前两天讲的一样的，大家都应该说是非常熟悉。刚开始学习我们这个佛学院的传承的人呢，无所不知，可以这么说。所以这次呢，我们还是要去了解啊。当然以后的话呢，就是有更多的方式来了解也很重要。我们这个这次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就是看很多资料，同时呢也没有时间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疑问的对照啊，就是大概不过应该就不同的这种翻译方法都是正常的，所以我还不知道是这个是我译的还是其他上师译的，还是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们这次呢，大家就是共同这个学习啊，共同学习的时候最关键的，我们现在呢要动到就是这个祈祷文的内容。祈祷文的内容如果知道的话呢，我们以后祈祷的时候呢，自己心中稍微有一些这个就是不像以前一样，就是我们有时候念百字明的时候呢，就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这是一个忏悔文。其实百字明专门有这种注释，就是我原来想讲一讲，后来有没有来得及。有时候是我们这些就经常念诵的这个寄诵啊、念诵的这些呢，知道一下它的功德很有必要的。那么当然我就不啰嗦啊，就一个是我们学院里面开了1天的法会，然后现在还这样听呢，很不容易，大家很不错，就是说实在，还有我们这个网络上呢，就是也特别多的一些这个佛教徒啊，本来是最近这个过年呢，就是大家都可能特别散乱，就是天天造业，就是尤其是城市里面的人，很散乱。但是呢，我每天就是开始看看有多少人，还比较不错啊。这个是，这样的话，我也这个总感觉呢。我们这个一边开法会，一边大家就是学习佛法，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应该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种机缘，可以这么说吧。当然是真正的一些善知识面前学习的确实是非常难得的。我都是在自己生命当中，什么都经历过，但是呢。最难得的、最美好的这个会缘呢，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些上师们面前啊，就是听说这个佛法的这种经历，就自己觉得很精彩的，就是那么现在如果有一个重新就是再次听一遍。的话呢，就是我可能就是另一种方式了啊，就因为当时很多的一些教言呢，就其实是很深深的，但是都没有记住，好像是现在回忆起来，包括我最近在那个像啊，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念这个怀疑祈祷文的时候，其实上师如意宝以前在关于这方面就是讲过很多窍诀，但是呢自己当时也没有记录，就是也没有记在心里面啊，就是这种机会是可能每天都有吧，就是后来呢，现在要给大家辅导的时候呢，好像很多都是就是这个似动非动的，就有一些印象，但是这个印象呢，就是也是模模糊糊的，所以说呢，有时候这个像啊，就如果是现在就是开始就是像我以前的这个文思的这种经历，如果重新就是来一次的话呢，我可能更加就是做好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准备，就是但是在这一辈子当中呢，就是他不可能就是所以说就是在生命当中就是完全是他是一种付诸动流了，但是呢，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应该留下了特别好的这种善根啊，就是龙蒙菩萨在那个有一部什么教言里面讲的，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不会更厚实的，但是呢，文殊
修佛法的就是闻的功德呢，听闻的这个功德呢，就是更着后世，就是这一点。虽然我们以前的一切的这些都已经这个现在就烟消云散了，但是以前在自己相续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这个善根功德的话呢，绝对会是就是沿着我们生生世世就是下去的，就是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不能因为万法都是空性的，因为万法都是虚妄的，就是以这样的灭来全部就是打破。所以呢，我想我们这次也是大家就是一边开法会啊，还要在城市里面过年的同时呢，大家也是特别认真的，就是这个听说。虽然我讲不出来什么，但是呢，我这个对这个法门是很有信心的。应该是自己至少也是念了20多年了，就是每天都是至少也可能我们这个学院也好，在外面也可能念诵的比较多一点。就是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这个功德，但是跟大家共同学习呢，也是这个生命当中应该绝对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前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救本尊的这个总的一些功德吧，就是他的这个所以的这个无量典呐、智慧啊，他的这个中心呐，以及呢就是迁除这个邪念的，迁除无明这个黑暗的。就是这些智慧功德、智慧光芒等等，就是这方面讲了。那么今天开始呢，就是我们就继续讲这个救本尊是哪几个救本尊，然后这些每一个本尊的话呢，就是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我们作为这个祈祷者来讲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世间的一个祈求者，就是祈求者的话呢，就是那么我们祈求的这个对境是一定要有这种能力。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呢，就像我们自己也贫穷的人，我们去乞讨的对境呢也是贫穷的话呢，他没有办法给我们赐给任何东西。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祈祷的对境是没有我们需要就成就的坏业，就是那么这个坏业成就我们祈祷的对境，它就是能不能这个真正赐给我们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讲到的九大本尊呢，确实也是能这个赐给我们这个一切的这种功德洗涤啊。那么今天就是先讲那个法身无量光佛金刚法，世间自在大慈大悲身。驾驭轮回涅槃莲花王，神父现有雄伟黑鹿嘎，就是有些地方可能稍微有一点，但是我是这后面那个一本就是念的啊。然后那个秘密智慧还是智慧母，金刚海母尊神了妙语智王大乐藏，摄诸众生信舍作名目，身功树因自在，乐空我，怀如金刚勇士，空心具，空心中也可以说空心具，就讲这些道理啊。那么就今天首先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救本尊啊，救本尊是我昨天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开始。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佛学院开的这个法会啊，就是叫这个也是这个慈明法会，就是为什么叫慈明法会，昨天也讲了。然后这个为什么叫应该这个慈明法会是我记得是1995年开始吧，就是当时我们理宗大经堂开始开光开始呢，就是来自这个十方的很多的慈明就是圣众，就是从当时开始。那么这个之前的话呢，叫做这个救本尊法会，就是其实救本尊法会，我原来以为是，好像我来的时候是第一次，但是昨天我们这个寺院里面的有几个干部，我们在共同商量的时候，他们说是这个前面就是大概是84年的时候，84年的时候的上师如意宝给大家灌这个四心地的地拿，就是那个时候的已经开了，说的那个时候的是已经这个开了这个救本尊的法会，所以说我还没有来的时候的是在学院就是开这个救本尊的法会啊。那么这个救本尊的这个仪轨呢，就是法王的前世，就是佛藏大师刘若郎把他就是造的。那么这个救本尊里面的这个画像跟这里我就是给大家看的，也就是昨天看的，就是现在可能我们听说牛通处还是有是吧？就是给可能每个人有没有结缘的有吧是吧？现在没有了，前2天有是吧？
那这个到时候这个可以，就是应该是对密宗有虔诚信心的人才可以，否则的话呢，可能对一般的相宗根基的人，对有些这个佛像呢，就是不一定能这个接受啊。就是这样的话，以后呢，就是如果在这方面有信心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这个结缘，就是这个是看自己的这个心性。那么这个这个唐卡也好，就是这个画像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就按照我们这个怀疑齐庆文的这个齐庆文的这个念诵仪轨啊，就是念诵这个祈祷文的来这个画的，就是如果是按照旧本尊的这个仪轨的话，那就是里面的很多佛像应该是这个双运像啊，就是这里面是没有这个双运像。那么按照这里的这个画像的话呢，首先是这样的，这个法身无量光佛，就是这是一个，然后那个金刚法呢，就是这是第二个，时间就是自在大慈大悲圣，就是这是观音菩萨，就是红观音，就是第三个，然后驾驭轮回涅槃莲花王，就是这个是第四个，就是莲花生大师。然后那个神父现有雄伟黑鲁嘎，就是那个是这个马图明王啊，就是黑鲁嘎，就是应该是第五个。这个第1、2、3、4第五个人秘密智慧啊，就是秘密之母或者秘密智慧的话呢，就是这是智慧瑜伽母，就是这是第6个金刚亥母尊第7个神了妙义之王大乐藏，就是这个是大自在，所以。这个有2种解释方法，但按照我这次这个所讲的解释方法的话，这个是大自在王啊，就是大自在天。那么这个是第8个了。后面呢就是色住众生心是作密母，这是作密佛母啊，就是这是第9个。所以就这几个当中呢，就是应该是我们就是总体来讲是这9本尊的话，那就是可以这样就是有这几句来解释啊。那么这样，首先是我们讲到就是法王如意宝呢，就是其实他当时要求就是画这个画像啊，画这个画像的话呢，它是中间，就是我好像那个上一节课给大家讲了，就是第一个是这个发生这个无量光，然后第2个就是中间下来的话呢，那么就是金刚持啊，就是也就是说金刚法，就是这个金刚法，然后第3个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首先是中间就是有这个花宝华三身，还有在这边上面呢就是有观世音菩萨，就是所以我们先这4个呢就是做一个简单介绍，也就是说首先就是发生这个无量光佛。就是这个本来我们这个坏业啊，就是坏业是它是莲花部，就是莲花部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西方就是无量光佛啊，就是常住佛啊，无量光佛啊，就是这些都是莲花部啊，就是莲花部，就是在我们汉传佛教当中的一些无方佛当中呢，就是也说是它是这个莲花部，然后尤其是它为什么是莲花部？莲花部有多少个这个圣宗呢？就是在密宗的这个文解脱还有大皇王当中有详细这个说明，就是在汉传佛教当中，如果要照的话，那就是这是在唐密当中就是象征性的有一些，就很详细的呢，就是可能是照不到的啊，就照不到。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莲花部呢，就是有法身、报身、化身，就是有这个法报法三身。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法身啊，就法身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超离这个一切这个颜色超离一切这个相状，超离一切执着，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密意无二无别的法界智慧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法呢，就是叫做这个法身啊，就是法身。那么这个法身呢，是这个无量光佛。这是我们用语言来就是说的时候呢，我们说法身无量光；用形式来的时候呢，它只能有一种这个佛像来代替。就是那么这种佛像的话呢，我们这个画像里面好像是可能是当时这个是不是画家就是没有画好还是怎么的，就是它好像外面有这个化身佛的这个装束一样。实际上呢，就是它就像是一个红色的这个普贤王如来啊，就是红色的普贤王如来，它身上呢没有任何这个装束，就是没有任何这个装束，就这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世间人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没有穿衣服的话，那就是觉得这是特别的这种惭愧啊，就是很羞耻啊，就是有这样的。但是你在真正的玩法的本性上面的话呢，就是不需要就是任何的这种它完全我们的这个性的本性呢，就是它是赤裸裸的，就是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上面有执着的这个状数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念文解脱啊，就是念那个细解脱，念细的解脱的前面呢，就是最初如来不变光身啊，就是最初的如来呢，就是无变光身，就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无量光佛，就是那么它呢就是无始洪荒家父定印住，无始洪荒，就是它没有任何的状数，就是它颜色是红黄的，然后就是家父和定印住的，就是它定印安住的，有这么一轨的，刚开始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发生无量光呢，就是它是像普贤王如来是蓝色的，那么发生无量光呢，就是它是红黄色的，但是呢，就是身上没有这种这个任何的什么这个花身服装也没有，报身服装也没有，菩萨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璎珞当装饰呢，就是也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今天呢，也在这里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可能我们这次这个华严这个本尊当中的话呢，就是下面的有几个空性目呢，就是也是这个裸体的有故事这个现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以后要知道，就是凡是见到就是菩萨这个裸体相的时候呢，其实为什么说密宗是应该就是境界比较高的？如果你自己有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执着，或者说是惭愧和无惭愧的执着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菩萨在你面前显现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先宗的这个佛菩萨的像一样的，一定要有一些这个非常庄严的，就是看起来就是特别庄严的，就是这样的这种现象。当你最后呢，就是所有的执着的这些装束啊，就全部都没有的话呢，那么自己的这个密宗当中经常讲，认识自己性的本性的时候呢，再叫做赤裸裸的这个觉醒啊，就是赤裸裸的觉醒的话呢，它没有任何的这种，但是这个对你个人来讲呢，就是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执着，就是对他来讲是这个无理无害的。可是我们可能什么时候就是觉得裸体不太好啊，就是这个时候呢，说明就是可能就是密宗的根基还没有到的，就是所以密宗当中的有些呢就是还没有这个不能顺便就是在我们这个网络上也好，或者说是在这个公开，就是有些这个双运像啊，有些裸体像啊，有些那个包括有些修法的话，那就是不能这个公开的原因呢，也在这里。实际上呢，就是密宗的这种裸体呢，就是它是这个觉醒赤裸的一种象征。那么密宗的这个双运像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对境是它心是我，就然后心和外境之间呢，有这个互相有这样的这个执着。当它这个这是男的，这是女的，这是阳，这是这个阴，还有呢就是白红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当你到一定的时候，完全就是融入，就是没有这种能取所取的执着的这种象征呢，就是双运相，就是所以说它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我们下面讲的是，比如说马图明王也好，或者金刚海母也好，还有那个就这些呢，表面上看到就是这是那个金刚海母的这个，下面我们可能会讲的，就是那个诸图就是这。那么这是揭示它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无有这个净慧就是没有清净和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这个住的话，那就是它没有什么这个执着，就不好的东西它也去吃，就是那么这是一种象征，就是密宗当中并不是很难看的，就是非要就是你当一个这个珠宝戒，就这样的话呢就很难看。可是我们现在有执着就是当那个这个猪头的话，那就是就是很不干净的，很臭就是如果一个天女的身像的话那这是多好看多美就是我们现在是有这样的，所以为呢，就是这一点呢，可能我们在这个学过大黄王的见解部分的时候呢，大家也是知道，真正的性的本来面目上面呢，就是这些都是没有的。那么有些诸佛菩萨的话呢，就是他用这个身体呢，就直接展示你的这个性的本性就是你的这个性的本性是原来是就是这种光明磊落的这种境界也好，或者呢就是相空双运，就是我们所谓的相空双运、空漏双运的话呢，我们一旦都有这种就是一个男的女的就
就是一起抱着的话呢，哇，就这是这个世间的，我们始终都是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束缚。但是它所表示的意义的话呢，就其实完全跟自己的心或者明和空啊，我们心的本性呢就是明和空，明和空呢就是它是显现上是可以说是双运的，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我们眼睛看到的所谓的这个双运，就是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心里面想到的，就是两个就是结合在一起、融入在一起、接触在一起、拥抱在一起，没有这样的，就完全是一种超离的这个现象，就是这就是什么一种这个一般的人呢，就是因为你一般的人呢，就是我们先宗的中观的空性的还没有这个认识到，那么先宗当中的这个如来藏的这种光明部分的是还没有认识到的话呢，那么就是空和明两个完全是这个融入的话，非常这个困难的。所以呢，打破很多的这个制作的话呢，就诸佛菩萨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显现在我们面前，当然是见仁见智啊。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依靠这种这个佛像也好，就是依靠这种本尊的像的话呢，完全是有这个具身智慧的话，就是强迫性的就是融入自己的身体。那么我们世间的一切的这种贪心也好、欲望也好，就是自然而然就变成这个空如无二的智慧。所以在这方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意义啊，就是希望我们很多人就是学密法的人是比较多的，就是很多人的现在就是已经成了就是密法热，就是藏密热，就是有些他们说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外国呢，就喜欢到那个西藏去，就是所以叫做是那个就是西藏票，就是有这种说法说的，就他们就经常到那里来，但是真正了解就是密宗的，就是有些很多人都是以一种好奇的心看到一个裸体的这种这个本尊的像呢，他非要就是拍一下，就是然后拍一下就可能他就觉得啊这是好看呐，就是人体是这么好看的，其实是也并不是这样的。正因为是这样的话，有个别人呢就是情有可原，我们非常理解，他们就完全是一种先宗根基的，或者是对先宗也是并不是很了解的人呢，对密宗的有些这个深深的一些这个法啊，就是有些这个有些像的话，那就是他就外面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非议，就是这个是自古以来也是有的，以后也会有的，但实际上呢。真正是学过密宗的，有些包括就是他有些在修行上是自己稍微有一些认识的时候呢，哇，就是应该就是不管是智慧空性母也好，他的很多的这个线路的话呢，并不是我们实践当中的特别就是不亲近的，而且不亲近当中也是实践里面就是最可怜的一些这个贪欲啊，就是最可怜的一些执着所束缚的那种这个所想到的，就是念实践当中也是特别 low 的这些境界的话呢，我们密宗当中根本不会提倡的，就这一点呢，我们不用说，就是你们就是说他每一个仪轨和他所表示的所谓的这种智慧和大乐是到底是不是我们实践当中所讲到的一些语苗啊，或者说是实践当中所讲到的所谓的这个贪欲啊，就是有没有这个相同点呢？就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所以我刚才呢在这里讲我们这个九本尊当中的中间的这个呢，是应该指的是这个发生无量光，就发生无量光。其实这个修这个法门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好的一种缘起，就是上师以前也是经常讲过，我们在座的人呢都是这个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要这个发愿，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是对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对这个莲花部，就是阿弥陀佛呢，就是有非常这个直接的一种这个缘起，就是我们在这个无量数经当中呢，就是无量光有什么这个不变光啊，就是什么这个有很多，就是大概是12个这个不同名号吧，就是不同名号当中呢，也是这里有这个无量光佛啊，就是无量光佛呢是首先我们这个祈祷的这个本尊呢，就是第一个是这个无量光佛啊，就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的这个金刚法啊，就是这个金刚法呢有不同的一些解释方法，就是有些那个这个怎么讲啊？就是汉传佛教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些唐密的一些资料当中呢，就是说是莲花部呢，就是有一个金刚法这个菩萨啊，就是这个金刚法菩萨呢，也是身色是红色的，就是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前边，就是作为他的一个眷属，就是也有这样的。我们藏传佛教的一些密宗的这个伏藏品的修法当中的话呢，它也是与这个阿弥陀佛不同的，就是这个一个圣者啊，就是这个圣者，就是
就是也有这样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校正啊，就是也有很多的校正。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这个金刚发呢，就是实际上是金刚持如来啊，就是金刚持呢也有这个蓝色的。我们以前就是在密法的这个大圆满的传承当中的话呢，是蓝色的，就是然后这个双束呢就是在胸前交叉，然后这个竖持这个金刚铃和金刚杵。但是这个呢，是红色的，就是所以我们很多道友的话呢，可能以前的是没有看到过这个金刚持啊，就是金刚持红色的，就是那么法王如意宝，就是说是这是门峰仁波切的哪一个修法当中有这么一个这个红色的金刚持手的，所以说法王如意宝特意把这个仪轨里面的全部呢，就是按照门峰仁波切的教言里面出现的一些本尊的这个身色来就是画的，就是所以我刚才呢就是我也问了一些我们这个以前的一些法王面前就是得过法的这些老道友，好多道友的话呢跟我一样的，就是好多都是有点那个。怎么说啊？就是也是这个很多道理都是想不起来，也是这样的，就是所以我自己呢，当时法王就是说过是哪一个仪轨当中，就是门峰仁波切的哪一个仪轨当中呢，就是出现过一个红色的这个金刚持啊，就是金刚树，就金刚法，所以这个呢应该是那个报身，就是可能是这是报身好一点，当然有不同的一些解释方法，因为法报法三身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这个修法就是包括这个法王化的就是中间的话呢，就是一般就是就是法身无量光，报身金刚法，就是这个金刚法。然后呢就是化身就是莲花身、莲花王，就是这样是非常这个适合的。所以这个金刚持呢，我们经常说是这个金刚持如来啊，就是金刚持如来，它是这个报身服装的啊，就是报身服装的。还有一些虚部当中的话呢，也是说这个金刚法呢，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化现啊，就是有些虚部当中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头上呢，就是发出这个红色的光，就是变成这个红观音啊，就红观音。然后这个后肩呢，就是发出这个红色的光呢，就是变成这个莲花生大师。然后那个心间呢，就是发出这个红色的光呢，就是变成这个马图明王啊，然后。鼻尖呢，就是发出这个光呢，就是变成这个金刚树啊，就是金刚树啊，那么这里的这个金刚树呢，就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是报身金刚佛啊，报身金刚佛并没有说，但是在这里呢就是既然是法身我们说法心普贤王如来，其实法身普贤王如来和法身无量光呢，就是也是无二无别的，很多仪轨当中也有法身无量光，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啊，就是那么法身无量光的话呢，报身那个金刚持呢，也是可以的。阿弥陀佛的这种这个仪化现也好，阿弥陀佛的这个身语仪这个化现的话呢，就是这是报身这个金刚持啊。就是现在有些人这个自己说是金刚持，就是然后呢很多当中啊，就是说是多劫强，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报身呢，就是在我们一般不亲近众生面前显现的话呢，不是特别这个容易，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呢，真的这个我是这个有点这个怎么讲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徒劳轻信，就是否则的话呢，我并不是特意就是诽谤什么谁，但是金刚法的话呢，就是多劫求，就是金刚持的话呢，多劫强，就是那么如果是名字相同的，当然是有，就是我们人当中也是有些人呢，就是特别就是难看的人也叫做天女啊，就是特别那个什么这个就是那些那个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个名，如果是你只是说一个名称相同的话，那是可以，但是你名称真正让代替啊，就比如说金刚持的话呢，你所谓的金刚持不仅仅是名字是相同的，而且实际上也是金刚持金刚法的话呢，这是非常这个难的，就是因为这是这个很多虚部和有些当中的话呢，就是虽然我们密宗当中呢有这个普贤王，就是现在普贤王的这个活佛呢，就是还没有听说过，是这个因为发生就是现在。转的来的人间次有点可能不是很准，办手续可能有点困难，就是所以化身就是还是非常多，就是释迦牟尼佛转世的也有，就是然后那个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都更不用说了，就是然后金刚持也是现在就是来到这个人间，那这样的话呢，报身现在的话呢，再过几年以后呢，因为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发展啊，就是时代不断的发展，就是现在化身不断的就是转换出来，报身也出来，然后再过这个几十年，就是可能不知道21世纪能不能就是发生也是再次这个幻化在人面前，就是这个是我们就是可以还是这个期待着吧。
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祈祷就是金刚发啊，就是金刚发是报身这个金刚发，就是红色的这个金刚发，就是也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跟这个就是蓝色的金刚刺呢，只不过是颜色方面不同，就是然后法王这边画的呢，是确实是相同的啊，就这是。然后第三个呢，按理来讲的话呢，就是法宝法三圣的次序来的话呢，可能画身好一点，但实际上呢，就是因为这个法门是观音法门，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祈祷就本尊呢，就是它是属于观音法门。我们现在发挥也是哪天我在这个微博上跟他们就是说，你们实在是就本尊的心咒不会念的话，那念这个唵嘛呢叭咪吽是也是很好的，就是让他们，因为这个是一个观音法门，就是如果你要想结上善缘的话，那就是也是可以的。我早上那个坐在那边的时候呢，我旁边有个居士一直大声的说唵嘛呢叭咪吽是，唵嘛呢叭咪吽是，唵嘛呢叭咪吽是，所以。这样也可以，就是说，所以你那个因为就本尊就是实在是就很难背下来的话，那就是你就可以这样也可以，那么这样呢，因为这个法门是观音法门的原因呢，就是可能次序上面就是这个化身和报身之间呢有个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时间自在大慈大悲圣啊，就是这个按这个法宝法三圣的次序的是可能应该莲花生在上面，但是这个因为在我们这个人间，因为上面这法身和报身呢，就是实际上是它是那个菩萨和一些佛的这个境界的一种这个境界，就是我们可能很难，但是来到这个人间的话呢，就是依靠一种这个观音法门来这个出现。观音法门来出现的时候呢，先就是介绍这个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就是应化身，就是也就是化身莲花生大士，就是可能这个缘起吧。所以呢，就是第三个呢，就是在这里介绍，就是时间就是获得这个一切这个自在的，就是我们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对众生非常这个慈爱的这样的这个菩萨。那么观音菩萨呢，大家都知道有四臂观音呢，有这个一面二臂的观音呢，还有这个千手千眼呢，等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观音。但是这个观音菩萨呢，就是跟这个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跟这个平时的观音是不同的。就是汉传佛教当中呢，就是也有少数的，就是提一些这个红观音啊，就红观音。但藏传佛教里面呢，应该说是在各个不同的伏藏大师这个伏藏品当中呢，这个红观音是特别多的。包括我们学院呢，就是每一个30号给大家往人念诵的，有一个叫做是那个深海这个观音呐，深海观音是一面四臂的一个红色观音，就是然后念到这个名号和咒语的话呢，就是对亡人超度是非常这个有这个加持力的，就是所以原来法王如意宝呢，就是后来就是我们每一个月的，就是凡是给学院借院的这个亡人的话呢，就是在每个月的30号呢，就是僧众一起念这个红观音的这个仪轨啊，所以红观音呢，就显得特别特别多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摩诃仁波切在其他仪轨里面所讲到的一样的，就是这个呢，相当于也是这个像这个杜牧是绿色的吧，就是这里是红色的。那么就是左手呢就是持着这个莲花，那么右手呢就是身是属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红色观音，就是也就是在这个教上面的。那么这个是这个红观音，也就是说呢，就是红观音是依靠就是它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大慈大悲这个心啊，就是用这个大慈大悲心的话呢，那么就是完全是摄受我们这个众生，就是同时呢，就是以这个大悲心的构造下呢，就是让众生的所有的这些烦恼啊、痛苦啊，就是全部都是自然而然就是消除。还有一些西部当中呢，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啊，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身上呢就是发光，就是什么有发生这个红光啊，然后呢就是什么变成这个红色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就是注意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身边，就是所以阿弥陀佛呢实际上是这观音菩萨呢实际上是阿弥陀佛这个化现出来的，就是他幻化出来的一个圣尊，就是也是这样的。我们讲那个一些净土法门的时候呢，实际上是阿弥陀佛呢就是发出这个光啊，就是变成就是金刚持什么这个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
所以我们现在修这个坏业的时候呢，这个观音法门呢，就是也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实际上是这个修坏业呢，一方面是我们基层当中呢，就是让这个获得这个身心自在，就是一切都是就是得到这个自在如愿以偿，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价值。然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话呢，就是让这个往生到就是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的这种这个前面，所以它的整个这个修法呢，就是跟这个净土法门啊，就是非常的这个融合，就是然后它是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精密双修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因此呢，我们就是平时念诵的时候，当然我是这里是只是稍微就是可能沧海一地，就是简单的就是讲一下而已。实际上是它里面的真正的这个深深的意义的话呢，就是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当中都是没办法这个解释下来啊，就是确实就是这里面有特别就是殊胜的一些这个深的这个要点啊，就然后我们这个。九本尊，你们可能就是念仪轨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就是现在这个九本尊的仪轨当中呢，就是有这个红观音啦，就是这个红观音的这个红观音是主尊，就是在那个里面，我们这个列罗朗巴的那个护藏品当中呢，红观音是这个主尊，就是然后他跟这个父母这个智慧秘密空性母呢，就是这个双印，然后观音菩萨的这个标志就是书上拉的是一个是这个铁戈，还有呢就是应该是莲花生吧，就是就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念咒语，也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九本尊的仪轨的主尊呢，就是实际上是他的这个主尊呢，应该是这个红观音，就是然后我们这个七道文的这个主尊的话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这两个是有点这个差别的，因为一个是复藏法，就是一个是门分仁波切是专门这是一个七道文，就是所以它之间呢就是还是有差别。原来就是记得法王如意宝也是说过，就是说是按理来讲是那个就是雷绕朗巴的这个九本尊当中呢，就是应该就是出现就是莲花生大师，但是呢就是那个里面没有这个出现莲花生大师，就是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什么缘起，就是法王好像讲过这样的说实在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每天早上念诵的那个里面呢，就是也没有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然后呢我们念的这个九本尊心咒当中呢，就是也没有，但是这个仪轨里面的九本尊呢，就是又不是很好，这个好像我们这里面的九本尊是就是这个其他文当中的九本尊呢是可以这个就是可以数得出来。仪轨里面的话呢，就是它后面有这个4个宗命父母，但这个宗命父母是可能是一个，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它那个就是什么文殊法宝法三圣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3者呢，就是可能就是它是以补助的方式，就是不是那个它观音菩萨的这个上面呢有这个补助，就是无量光。那么无量光呢，就是它的法身和报身呢，就是融合一体。这样的话呢，它里面金刚含母也有，慈密佛母也是有，金刚智慧秘密瑜伽母也有。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自在的大自在天也，红观音也有，就是所以其他人九本尊应该可以数，就是这是法宝法三圣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仪轨当中呢，只有出现就是一个阿弥陀佛。这个一个阿弥陀佛的话呢，它可以就是这个它可以这个延伸出来就是在不同的众生面前呢，就是如果这个清净的时候，菩萨面前的话呢，它可以延伸一个报身，就是佛就出现的。如果有不这个清净的这个众生面前的话呢，那么这个化身就是莲花生大师也可以出现，应该可以这样的。就是上面的这个好像仪轨当中有一个什么这个补助就是补助无量光。应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3个这个观世音菩萨就是讲的观世音菩萨。然后讲的第4个是吧？你们饿不饿？饿啊？吃了没有？没有。等一会儿吃什么？炒菜我不相信南总等一会儿回去炒菜。你没有那么勤快吧？肯定是骗我的。我看
刚才讲那个驾驭轮回年华啊，就是我们这个轮回和年华，这个涅槃的，就是时间和出时间的所有的法呢，就是都这个完全的是他就是掌握在他的这个书里面的，就是可以说是这个驾驭，就是让这个控制驾驭整个这个七世界和有情世界、轮回和涅槃、时间和出时间的一切法的这样的这个大师，就是莲花生大师啊，就是莲花王。那么这个莲花王呢，我们在这个本尊当中的话呢，就是中间这个身色是白色的。那么为什么身色白色的呢？就是实际上是这是门峰仁波切的那个开显解脱道的上师瑜伽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莲花生大师呢，就是白和红啊，就是其实这个可能红呢，就是就应该少一点的，实际上是它是白红啊，就是应该是你们到方便的时候可以看那个开显解脱道，就是上师如意宝以前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个可能画的时候呢白色多一点，应该来讲是。白里涂红，就是有种这个莲花生大师，而且莲花生大师呢，以前可能很多人都是没有看过这样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金刚萨埵一样的，但是这个金刚萨埵不同的呢，它就是有的这个卡掌嘎，就是当时上师如意宝要求他们画家呢，就是画的时候是这个不用双影像，就是那么这个空心木呢，就是以这个卡掌嘎来就是表示就可以，所以其他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应该他这里的这个数值呢，就是金刚和这个拓跋啊，就是金刚和拓跋就是这个是中间是这个化身这个莲花王啊，就是莲花王的这个名称呢，大家都知道啊，就当时那个国王安扎波德到那个大海里面去如意宝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路上就是遇到了，就是在这个湖里面呢，就是有一朵莲花，莲花当中的话呢，就是有这个非常这个相好庄严的这个童子啊，然后国王呢就是非常欢喜，就迎请到皇宫里面，后来呢就是他对金星呢，就是国王就是金星就是灌顶和加持和这个传授秘法，然后国王呢就是非常这个欢喜，就是以欢喜心来给他称呼的，就是莲花王啊，就是他是因为莲花当中降生的，而且国王呢就是他自己也是就是获得了这个殊胜的秘法，就是那么以后的话呢，就是他国王的这个里里外外的一切呢，就是都供养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虽然他的莲花生的有一些这个名称呢，就是也有不同的一些各种这个说法，但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莲花生大师呢，他是那个就一般来讲，就是他是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化身。我们极乐原文当中也是阿弥陀佛的这个这个心间就是发光化是吧？化身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也属于是这个莲花部啊，就是它是这个属于莲花部，并且呢，我们这个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时候呢，就是无论是遇到的这个一些邪魔外道也好，世间的一切的不顺顺，自己就无法就是得以这个控制的这些一切呢，就是通过他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加持呢，就是让获得这个自在，获得这个一切的这种这个顺利，就是所以说呢，那么这里呢，就是成为这个化身莲花生大师啊，就是当然莲花生大师的。许许多多的功德的话呢，我想以前也是我们讲这个七句七道文的时候给大家过这个详细讲过，就应该说我们这个听过这几堂课的人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是莲花生大师在我们众生面前他是怎么样这个显现的啊？就无论是在印度也好，在汉地也好，在藏地也好，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个画面，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说实在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呢，如果没有这个树莲花生大师的直接的加持的话呢，我想是如今就是获得了这个藏传佛教的这样的这个利益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藏地的话呢，就是以前是非常的这种这个边缘啊，就是没有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就殊胜的这个价值的话，那就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如今呢，也是藏传佛教在整个世界来讲是就是非常的这种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应该说是就。特别的这种信神呐，这也就是莲花生大师在这个他的这个发愿和这个意愿呢，就是有密切的这个关系。这一点我们很多人你自己顾名思义的时候也会知道的。我们为什么是对这个藏传佛教，其实实际上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宗教，但我们为什么呢？有些就是说实在的，就是对着这个烦恼，尤其是一些密法的这种对着烦恼方面的话，给任何的其他的方法呢，都这个比较快。当然，这个是其他一些宗教徒和其他
有些非宗教徒是他不一定让这个接受，但是不能接受也是，这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真实得到的一种体会，就是这样我们在我们自宗的这个范围当中这样说也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比如说我们就是确实是就是吃了一顿特别美餐的话，就好餐的话呢，我今天吃的非常好的话，那别人看不惯听不惯也是没办法，就是这是我确实是得到他的这个收益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莲花王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九本尊之一啊，就是这个是这个第4个了。那么第5个呢，就是讲的是这个神父啊，就是先有雄伟黑路嘎，就是那么他让这个整个相符就是先有是七情世界和有情世界，也就是七世界和有情世界，整个世界当中的所有的一切呢，全部都是可以这个吹拂，可以胜负，就是因为马图明王的话呢，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一般来讲有些呢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愤怒相啊，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在我们众生面前呢，就是这个愤怒显现的时候呢，就是以马图明王来这个显现。虽然有些人说是这个马图明王的话呢，在印度教当中也是非常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法门，就是他们也有这样说法。但是诸佛菩萨的这种化现呢，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呢应该就是说是这个马图明王的这种这个修法，尤其是这个他的一些修法的话呢，汉传佛教的一些大日经的这个艺术啊，就是还有其他的相关资料当中呢，也有这个马图明王的一些这个资料，但是这个不是很多的。在我们藏传的这个佛藏法当中啊，就确实是很多佛藏法的马图明王的这种大修法呢，就是相当多的。因此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马图明王在莲花生大师的时候呢，就是哪一个这个圣者呢，就是他是主要的这种这个修饰这个马图明王而成就的这种现象呢，就是特别多的。就是我们在那个登珠佛教史的一些大德的这个介绍当中的话呢，很多大德呢就最后的是修成这个马图明王啊，还有呢就是后来的是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他是什么啊？就是图上的是就是出现就是这种这个马图啊，就是出现这个名家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像那个唐通结波的话呢，阿弥陀佛和这个马图明王这个合二为一的这种化身啊就这样的，而且这种这个马图发出的这种这个声音，就是就向上这个发出的声音，向下发出的声音，向左右发出的声音。比如说向上发出的声音的话呢，就是相符就是上面一切这个天界的；然后向下的话呢，就是相符一切这个龙界的；向右边的话呢，就是吹拂一切这个就是男性的这种这个邪魔外道等；左边的这种声音呢，就是吹拂一切这个女性的这种这个外道。因此，尤其是末法时代的时候呢，说这个就是修这个马图明王的摩诃仁波切有一些简单的这个仪轨啊，就是这些仪轨的话呢，我们就不生就是不能起邪见，就让自己呢真的是有一些这个就简单的，包括一些就是咒语啊，就是念诵的话，那就是也是功德非常非常大的。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天天放牦牛呢，就是每天在就是一边放牦牛一边念那个马图明王的这个心咒，天天都是拿一个黑色的小的转经轮，就是在山上就是光脚走。所以我也是应该可以说是马图明王的这个瑜伽师，因为以前呢就是念过马图明王的咒语，很小的时候，而且我们家有几匹马，就是然后我们那个很多那个老乡的话呢，就是如果马图明王的信主多年的话，那就是那些马呢，就是不会遇到什么那个外面的什么这个什么这个猛兽啊，就把他们就是伤害，就是所以就一边就是我这个父亲也是天天说是这几匹马是交给你多念这个马图明王信主。我想是这个任务比较重，就是还是要念。这个发心不是很清净，但是呢，还是这方面的习气有。下面就是说那个什么第几个
然后就是密智什么这个秘密智慧啊，就是秘密智慧，还有金刚亥木，就是首先是这个秘密智慧呢，就是秘密这个空心木，也叫做是密智空心木，也叫做是这个智慧瑜伽木啊，就是这个智慧瑜伽木的话呢，就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瑜伽木就是比较相通的，但是这个瑜伽木呢，就是上师如意宝师当时好像记得是天法派还是什么，摩诃仁波切的有个天法派的一个仪轨当中的话，那就是有这样的一面四臂的就是一面四臂的这个瑜伽木啊，就是说是这个四臂当中就是4个树里面就是出2个树呢就是弯道和这个甘露，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好像那个卡正嘎和宝剑吧，就是卡正嘎和宝剑，就是记得应该可能是吧，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瑜伽木的话呢，其实这个秘密瑜伽木的话呢，就是也是它是这个观音的这个，如果是在这个双修方面的话呢，是这个它的这个空性木，就这样也可以讲。或者的话呢，就是他自己像那个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就是有很多这个瑜伽这个秘密瑜伽的这个序部啊，这个序部是特别多，尤其是在这个萨迦派啊，就是萨迦派呢以前有这种说法，就是这个秘密这个智慧瑜伽木的这种法门的话呢，就是完全是独传的，就是不能传个就后来就是他们说是就是就7个人啊，就是21个人啊，他是一直是很那个就是特别这个保密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法，而且任何一个人呢，就是只要这个修这种秘密瑜伽木的这种法门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的这种修行呢，就是非常这个快速的这个成就。因此我们为什么是聆听那个什么就是大圆满普贤上师演讲的这个当中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自己要灌那个金刚瑜伽木啊，就是金刚瑜伽木。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有些这个前辈的一些大德都是讲过啊，就是他是完全不管修深了金刚也好，十轮金刚也好，任何这些修法的话呢，那么就是他是特别的殊胜。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萨迦巴和尼玛巴就特别就是保密的这个修。到目前为止的话呢，现在这个对这个秘密智慧的这种法门的话呢，就是很少就是往外这个传呢，就是以前呢，就是也有很多的人呢，就专修就是这个法门而获得这个成就的这样的人呢，就是特别的多啊，就是那么后来的话呢，就是包括格鲁派啊，就是那么其他的一些宗派当中的话呢，就是都有这个修行，而且这个。金刚这个智慧瑜伽木的话呢，就是在以前的80位这个成就者啊，就是80位这个成就者当中的话呢，大多数都是也是修这个法门啊，就是获得这个成就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祈祷，就是这个智慧本尊的话呢，就是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贪欲啊，所有的这些分别念的话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就变成这个成熟就是什么这个妙观察智，然后呢就是获得这个成就的，就是这是智慧这个就是智慧空性木，然后呢就是讲的是就是金刚亥木啊，就是金刚亥木前面也是一面二臂一面就是对一面二臂三木的。那么金刚这个亥木的话呢，就是也是它是这个一面这个三木啊，就是也是这个这里是应该一面二臂的，对，就是金刚亥木啊。那么这个金刚亥木呢实际上是它是也是非常这个神圣的，尤其是它是在盖旧派里面呢，就是这个金刚亥木的这个法门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保密，就非常这个殊胜的。然后它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修法，就是包括在藏地呢，就是有这个红金刚亥木、黑金刚亥木，还有白金，有其他颜色的吧，就是有其他颜色的很多的这个金刚亥木。我们这个尼玛巴的无垢光尊者啊，无垢光尊者的是经常呢，就是好像在他的专辑当中，我记得是有好多次都是金刚亥木来亲自呈现。有一次无光尊者就是说我没有祈祷你怎么出现呢？所以那个就包括智悲光尊者的那个就是专辑当中也是经常这个出现了，就是那么这个是就是金刚亥木，所以刚才好像那个也讲过，就是它的重要性。这个是第7个是吧？
那么第8个呢，就是神了苗裔之王，也就是说大乐藏，就是大乐藏是那个，就是大自在天，就是那么这个是好像那个丹增护护的这个。他的那个去解释方法当中呢，神了是，就是我们这个神了金刚，然后苗裔之王呢，就是也是一个时间，就是苗裔王，就是还有这个大乐藏呢，就是它就成为这个大自在天，就是它是分开这个三个都是分开，就是这样解释的也有，就是总共有11个本尊。但我在这里解释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就是这一行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解释为那个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大自在天呐，就是大自在天。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它当然就它这样分开解释的话呢，就是也是可以，好像那个但是或那个里面说是这是一种解释方法，或者是这全部都是一起解释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想是这是一起可能解释，就是我们这次是因为是旧本尊的这个法门吧，就是主要是这个讲这个旧本尊，就是所以说呢，门峰仁波切的究竟一其实就两方面的是也可以解释吧。那么这里的话呢，它有这个殊胜大乐的这种这个鱼苗之王呢，就是大自在天，也就是说是它是大乐之藏，就是它有不同的名称。为什么这样？就是它是这个大乐之藏呢，它依靠一种空乐无二的这种智慧来，就是利益无边的众生。那么有些人可能这样，就是大自在天的话，那可能我们实践当中啊，包括我们这个殊胜占和什么这个天圣占那些里面，就把它就是形容为特别有贪欲的一些这个天尊啊。然后你去印度的时候呢，有大自在派的话呢，包括有些就是它的一些标志啊，就是各方面来讲是好像你人就是无法这个接受的，也有这样的。为什么在这里成为它是我们这个祈祷的对境呢？实际上这是不矛盾的，就是我们这个很多的虚部和这个一些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复藏的这个仪轨当中的话呢，就是实际上阿弥陀佛呢，就是化现为就是2种这个圣尊，就是在我们这个佛教徒面前的话呢，就是它是称为这个殊胜圣尊啊，就是殊胜圣尊呢，是这个大自在天，就是那么大自在天的这样的这个修法呢，宏大自在天的修法呢，就是在那个尼玛巴的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怀业这个修法当中呢，就是相当多的。然后在这个外道面前的话呢，就是他们所供养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大自在天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这个对境的呢，就是说这个观音菩萨这个画像，还有在其他的有些经典里面呢，就是像是这个佛陀出有会如来呢，就是也是这个画现为就是大自在天就是大自在天。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就是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佛和菩萨的这个化现的，让这个度化众生成就化业就是这样的一个圣尊来这个介绍。就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这里这个所谓的这个大自在天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它就是也是这个一面二臂的，就是也是这个一面二臂的，就是书上吃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是托巴和还有丸岛还是什么？是卡整嘎是吧？什么东西？这个是大自在天。以前那个我们这个尼玛巴当中专门有一个叫做格热秋阳，就是福藏大师就是在他的专辑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就是他与这个大自在天就是民间的一些得成就的一些故事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所谓的一些这样一讲天尊的时候呢这是世间法的，就这是我们要排斥的，也其实也不能的。就我们实践当中有很多一些诸佛菩萨的化现的话呢，就是很难以这个觉知就是很难以觉知。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这个摄诸众生，就是其实摄众生的心也可以说，或者说大动众生的心吧，就是因为那个妙音天女的话呢，就是她特别的这种庄严就是她特别美妙，就是这样的话呢，让就是大动很多人的这个心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说这个作命父母就不是妙音天女，我说作命父母那么这个作命父母呢，就是实际上是在他的我们这里是这个一面四臂的。也就是说，他这个拉的这个铁钩和前2个是就是拉的铁钩和这个莲花绳吧，就是莲花绳。然后后2只手的话，那就是用莲花做的弓箭就是莲花做的弓箭，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做命父母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祝福的，就是应该这个庙观察这个划线的，应该说是我们这个谁能这个祈祷他的话，那就是确实是如愿这个异常的。不过做命父母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不公的这个特点吧。比如说一个出家人，就是自己想修这个清净戒律，就是他以前是贪欲非常重的话呢，那么就是祈祷就是做命父母以后的话呢，你原来的这些这个贪欲呢，就是全部都是变成这个智慧啊，就是自相续。原来上次如意宝的有个描什么做命父母的这个赞叹当中，末法时代的这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那么短暂的一瞬间的这种身体接触的乐数呢，就是将自己的就换成那个自己这个非常珍贵的这种戒体啊，就这是特别可耻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祈祷就是这个做命父母的话呢，就这种违愿呢，就是完全的是可以这个消除，就是也这样的。那么还有这个做命父母的话呢，实践当中呢，就找不到就是自己所喜爱的这些人的时候呢，祈祷就是做命父母呢，就是也有就是非常大的这个价值啊，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价值，就是所以现在实践人的话呢，有些上师们呢，就是把这个做命父母所叫做什么爱情本尊，就是然后他们就是要求弟子们呢，就是多念就是格雷苏哈，就是然后格雷苏哈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单身的，就是有些是这个女的就是嫁不出去，有的男的呢就是得不到，就是然后包括网络上也好，好多上面的话呢，就非常的这个紧张啊，就是一直找不到，就是然后到处都是祈祷啊，寻找很多仁波切，然后呢仁波切们也是很慈悲的，就是专门给他们就是教这个这样的这种修法啊，就是诸菩萨的这个功德和事业是不可思议的，就是确实这个做命父母的话呢，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来就是度化众生，就是也是有这样的。现在很多家庭关系不好啊，就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就完全就是成就啊，就是你的这种所愿，就是以前也有以前好像我记得有个公案呢，就是以前那个有一个国王呢，他有很多的王妃，就是然后有一个王妃呢，就是长得特别好的，但后来呢，就是他慢慢就老了，然后老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国王对他就是失宠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就喜欢他。后来他自己特别的这个伤心，就一直是得不到就是国王的这种欢喜，然后他就下面就是派一个他的侍女，就是他就要求到外面去就寻找，就是有什么办法就是让国王呢就是重新就是回到就是原来的这个形态上来。然后那个侍女呢就是到处都寻找，就是一直找不到。后来有一个市场呢，就是专门是卖那个丝线的一个市场呢，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就是深色是这个红色的一个美女，就是然后这个美女呢就有些时候是她是个妓女，有些时候是她是一个美女，不管怎么样，凡是个美女。然后呢，就是那个人就是去这个问他，就把自己的情况讲了，就是他们王妃的这个苦难啊，就讲了，就讲了以后的话呢，他给了一个食物啊，就是食物，然后呢，就是要求把这个呢，就是让这个王妃转给这个国王吃的话呢，就是没有问题，就是很简单。然后他就回来呢，就是只交给这个说是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这个女人，然后他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给国王的话呢，就是肯定就是不会这个那样的，就是他很这个喜欢你的。然后那个但是他可能就有两种这个说法，就是有一种说法呢他不敢给，就是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他就没有机会就是给国王，就是因为有一种呢就是他一般街上的一些食物给的话，那可能情况就更严重了，就是不敢给。有一种时候呢，就是因为国王就已经就不喜欢他了，就是他就处于冷宫当中的人了，就是所以呢就没办法了，就是没有给他。后来呢，就是他就扔在这个他这个附近呢，就是有一个湖，就是那个湖里面，结果呢，这里面的这个龙王呢，就非常这个欢喜，就是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以国王的这个形象来，就是跟这个王妃呢，就是已经这个怀孕了，怀孕以后，后来国王发现呢，国王特别生气的时候，他把这个真相就是全部说了，说了以后呢，国王就是去这个寻找，就是刚才就是街上的那个美女，然后这个美女就是引起到
这个王宫里面呢，就是适合呢就是不是一般的这个人呢，然后呢就是他就给这个国王和眷属呢就是传授这个原理，就是一切贪欲的这种这个法门。后来呢就是才认识到，就是他是这个周密伏魔的这个化身，就是然后呢就在他面前呢，就是包括国王和眷属呢，就修持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贪欲呢，就是转为盗用的这种法门。后来就是国王也是这个获得成就了。刚才那个就失宠的这个王妃的话呢，就是他也就是已经这个获得成就了。就是有些历史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国王叫做是巨神国王，然后他呢是应该是周密伏魔的这种这个修法来到人间的第一个国王，就是因为这个周密伏魔在这个人间就是现象的第一个。实际上不管怎么样，我们上师如意宝的这个作品当中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周密伏魔的一些修法赞颂就是包括上师如意宝去那个青浦那边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修法，就是其他的一些尼玛巴为主的，就是很多藏传佛教的大德的这个这些作品当中伏藏品当中的话呢，就是这方面的修法是确实是相当多，而且这些修法呢，就是具有相当这个深的加持，就是因此呢，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说今天可能时间到了吧，本来后面还有几句，就是但这个今天可能讲不完，就中的来讲呢，我们前面的这个，我今天在这里呢，就是介绍这个九本尊就这九本尊的话，每一个本尊呢，就是都可以就是无尽的，就是赐予我们加持，就是我们相续呢，就是自己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如愿以偿，就是自己以前没有得到的，就是比如说以前上师如意宝经常也说吧，就是如果你自己呢，就是一直得不到这种钱财的时候呢，你多祈祷就是念这个怀疑祈祷文的话呢，你会就是得到这个钱财。如果你就是自己呢，就是心里一直是找不到什么地位就是我们从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就实践当中的这种这个得不到的东西呢，就是依靠这种祈祷文都得到的。那么出实践的一些细地的，比如说你相续当中的所谓的这个菩提心所谓的一些这个空心见就这些呢，因为我们心不堪就是心没有得到自在之前，这些也不可能的。一旦我的心得到自在的时候呢，那么这些都是非常这个轻而易举的事。所以说呢，无论你是修持实践和出实践的话呢，都要这个祈祷这些本尊的话呢，那么这些本尊的这种价值呢，就是应该说是非常的这种这个超胜，就是会我们这个得到这个应该如愿以偿。可能后面还会讲的，就是今天讲到这里Sonandai Tamsa Rupanya Tonani Jama Pasi Jirgana Jirano Chupai Jupun Sonen Roa Bandangara Badma Asadardha Bandangara Badma Asadardha Bandangara Badma Asadardha